很多车友在后台问禹州，你们这款应声降领房车的隔音效果究竟怎么样？那么今天禹州会有多个测试的一个结论来给到大家。关门之后的声音，开门之后的声音，大声公响音乐之后的声音，二楼床的声音，升顶后的这个声音，开启发动机的声音，发动机怠速充电的声音，关门之后的声音，驾驶舱的这个噪音，还有驾驶室外的这几组工况的这个噪音的控制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视频开始了，大家看数据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贝仪啊，我们搞了个大声公过来，现在呢是100分贝啊，100分贝。好，我们这对着它哈。现在呢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款车硬升顶之后的这个隔音效果。走起，对着它。开门的声音，好，这是开门的声音，90分贝，80分贝。好，现在我们关门。60分贝，那60分贝，所以说这个隔音性能是不是？因为我现在在说话哈，好，没说话就是50到60分贝啊。这个声音是没关的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试一下2楼的这个噪音哈，2楼，把顶降下来。2楼大概是59分贝哈，60分贝到50到60之间。好，那么我们把外面的音乐关了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分贝哈。好，这是关掉之后的这个音效，我们来测一下室外的音。现在呢就是正常的47分贝哈，就是户外的正常的一个噪音。好，我们进到室内来。别说话，在测东西。啊，正常的42分贝。好，我们把门关掉。30分贝，关了之后的这个静音效果是不是杠杠的？外边的什么鸟叫呀、蝉鸣啊，前面的那个大货车跑的声音啊都没有了。好，我们再上到2楼。30多分贝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我们再来测一下发动机的声音啊。啊，这是正常平时的一个噪音哈，60多分贝。发动机驾驶舱呢是30多分贝。好，我们把车打响。
因为发动机在前面，我们把声音这个放在前面给大家测哈。48分贝啊，48分贝。49分贝，好，我们来测一下户外这发动机响着的这个声音。72分贝啊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，现在是怠速，怠速呢就在给车充电。我们来试一下怠速充电2楼和1楼的分别的声音，这个噪音。我的天呀，39，忽略不计了哈，这个噪音。好，我们上2楼。39哈，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2楼的这个噪音的控制啊，能够达到原车车体级别的这种降噪的效果。为国产房车点赞吧！那什么板式折叠的，那什么其他结构的，大家记住哈，深顶房车认准7星，隔音、降噪、保温。回头我还会给大家买一个这个温控计，我们来找一个大太阳的时候，我们测一下户外的温度和这个室内墙壁的温度，哎，这样就非常直观了哈。现在是发动机还响着在哈，发动机响着在，就是怠速充电的时候的一个静音的效果。好，我们把门打开，听一下声音。啊，开门之后的是50哈。这是户外正常的一个。说一下这个分贝的等级哈，20分贝呢就是比较小的窃窃私语，50分贝是正常的交谈的声音啊，50分贝呢也是我们正常人能够睡着的一个分贝，70分贝是街道环境的声音啊，75分贝是人体耳朵舒适度的上限，80分贝就是嘈杂的办公室和高速公路上的声音。85分贝以下是不会破坏耳蜗内的毛细胞，那么90分贝就是嘈杂酒吧的环境声音，电动，电锯子啊、电起子之类的声音啊。100分贝是气压钻机、压缩铁锤敲打重物的声音，100分贝那么就是气压钻机的声音，105分贝会造成听觉的永久损伤，110分贝就是飞机起飞的声音、摇滚音乐会的声音。120分贝啊，在这种环境下大家会耳聋啊。上面呢我们就不做讨论了哈。好，各位亲爱的车友朋友们，关于这款硬升降力房车的噪音的测试啊，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哈。好，最后再说一下，渝州累计为648名房车用户提供了改装建议和定制服务啊。为什么都选择在渝州这儿订车呢？因为老客户返回来的意见呢，都会在大家新订的车上进行一个调整，让大家少走弯路啊。然后呢，渝州呢作为骑行的大学经理呢，手上呢还有一点权限的啊，到时候呢这个渝州团购版呢继续开团啊，相信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价格。正所谓金九银十啊，那么多的就不说了啊，懂的都懂啊。好，别说到时候订完车看到渝州视频啊，说渝州有个团购版，为啥不跟你们说哈？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聊，拜拜。